6月，夏日花东纵谷之旅，稻田绿波与原住民文化。大家好啊，我是你们的导游小林。今天我们要带着凉爽的心情，走进台湾的花东纵谷。6月是稻田最美的时候，绿油油的田野如同大自然的画布，再加上原住民丰富的文化，简直让人不想回家。今天的旅程，我们将从花莲的寿丰开始，一路探访富里、池上，最后抵达台东，来一场文化与自然的双重享受。来吧，别忘了防晒乳和相机，准备出发了。第一站，寿丰乡的云山水梦幻湖。咱们的第一站是花莲寿丰乡的云山水，这里是一个隐藏版的秘境，拥有宛如镜子的梦幻湖泊，四周被群山环绕。早晨时，湖面平静得像玻璃，倒映着蓝天白云和周围的绿竹，感觉进入了童话世界。在云山水附近，你还能找到一些在地农场，体验采摘水果的乐趣，例如芒果和荔枝。这些水果可都是当地农民利用花东优质水源种植的，甜得不得了。来一句台语，这水果吃了心肝都甜起来啊。第二站，富里的六十石山，金针花与稻田之美。从寿丰向南，我们来到富里乡的六十石山。虽然金针花季要等到8月，但6月的六十石山依然充满迷人魅力。山坡上的绿色稻田像层层叠叠的绸缎，随着微风摇曳出大自然的韵律。走在稻田间的小路，还能听到农夫们哼着小调，这些旋律带着浓浓的地方色彩。对于这片土地，他们总是充满感激，因为这里的稻米品质可是全台顶尖。池上米就是从这片纵谷诞生的哦。第三站，池上乡，稻田飘香与慢活时光。池上是台湾的稻米之乡，来到这里一定要骑脚踏车，沿着田间小路，感受微风吹拂脸庞的清凉。池上乡的最美稻田画，每年6月初开始出现，当地农民利用不同颜色的稻种，绘制出巨大的图案，像是农耕图、动物或者传统客家花布的花纹，是不是超厉害？到了中午，当然少不了尝试池上便当。这里的便当不仅味道鲜美，还是用竹编盒装的，环保又富有古早味。这里的米饭粒粒饱满，配上当地新鲜的小菜和香肠，一口咬下去，幸福感爆棚。第四站，鹿野高台，热气球与草原的浪漫。下午，我们来到鹿野高台，这里不仅是热气球嘉年华的举办地，还有大片的草原，适合野餐和拍照。6月的天空万里无云，搭乘热气球升空，从高空俯瞰整个花东纵谷，田野山川与村庄尽收眼底，简直让人心醉。鹿野高台的附近还有许多手工艺小店，专卖原住民的特色饰品和织布，这些织品都用鲜艳的红、黑、白色条纹组成，是阿美族和卑南族的传统手工技艺，细节精致，值得收藏。第5站，台东的原住民文化体验。我们的最后一站是台东的原住民部落。在台东，你能接触到阿美族、卑南族、鲁凯族等多个原住民族群，每一个族群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。6月是原住民丰年祭的准备期，许多部落开始排练歌舞，为祭典做足准备。给大家介绍多一下原住民族。阿美族是台湾最大的原住民族之一，主要分布在花莲、台东和平原和东海岸地区。他们是属于南岛语系民族，据考古学研究，早在数千年前，他们的祖先便跨越海洋定居于台湾东部。阿美族依靠海洋与农耕生活，他们善于捕鱼、种植稻米与山艺，并在丰富的自然资源中找到生存智慧。夏季，他们会利用花东沿海的丰富渔场进行集体渔捞，秋季则是稻米收割的季节。阿美族社会中以母系为主，家族财产和地位多由女性继承，而男性在家族中负责劳动和参与公共事务。他们强调团结合作的价值观，这在他们的歌舞和祭典中表现得尤为明显。
丰年祭，每年7至9月举行的丰年祭是阿美族最重要的传统活动，象征着感谢祖灵与自然的恩赐，同时祈求来年的丰收。祭典中会有传统歌舞表演，如马兰大合唱和集体舞蹈，展现阿美族对团队精神的重视。口述历史与歌谣，阿美族的历史多以口述传承，传统歌谣如噜噜舞歌，将祖先的故事和生活智慧传递给下一代。编织艺术与服饰，阿美族的传统服饰以红色、白色和黑色为主色，象征太阳、生命和土地。他们的刺绣工艺十分精细，多数纹样象征自然元素和部落的信仰。卑南族主要分布在台东县卑南乡和台东市一带，他们的名字来自卑南溪，这条河流孕育了族人的生活。卑南族在台湾原住民中具有悠久的历史，他们的祖先很可能是最早定居花东纵谷的民族之一。卑南族以农业和狩猎为生，特别擅长种植粟米与饲养家禽。他们的部落通常位于河谷地带，利用纵谷的肥沃土地进行耕作，同时掌握了高山与森林的资源。他们还发展出一套与自然共生的生活方式，例如以循环利用的方式种植作物，并崇拜自然中的动植物，将其视为生命共同体。卡利亚仪式成年礼，卑南族的成年礼卡利亚是族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。年轻男性需要接受严格的体能训练和传统教育，完成后才能正式成为部落的成人，承担责任。鼻笛与口簧琴，卑南族的鼻笛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乐器，常在祭典和重要场合中演奏，用来表达情感和敬拜祖灵。口簧琴则是一种小型乐器，声音轻柔，被认为是恋爱时的情感表达工具。石板屋建筑，卑南族是少数建造石板屋的族群之一。这种建筑利用当地的石材搭建而成，既坚固又耐热，非常适应花东地区的气候。鲁凯族主要分布于台东和屏东的高山地区，他们是南岛语系的族群，早期定居于中央山脉南段的高地上，以聚落形式生活。他们的族名意指头目之地，象征着鲁凯族社会中头目制的重要性。鲁凯族依山而居，以狩猎和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。他们掌握了高山地区的生存智慧，能在严峻的自然环境中找到水源、食物和居住地。鲁凯族特别擅长利用当地的石材建造居所，并以雕刻、编织等手工技艺表现对自然的敬畏。百步蛇与百合的传说，百步蛇和百合花是鲁凯族的神圣象征。传说百步蛇保护了祖先，百合花则象征纯洁与族群的繁荣。这些元素常见于鲁凯族的服饰与图腾设计。石板屋与雕刻艺术，鲁凯族的石板屋不仅是生活空间，还是族群身份的象征。每一块石板都由族人亲自雕刻，表达他们对土地与祖灵的崇敬。头目制度与部落文化，鲁凯族的社会以头目为中心，头目负责决策与分配资源。至今，鲁凯族仍保留着传统的部落议事会制度。阿美族、卑南族和鲁凯族不仅丰富了花东纵谷的文化景观，也向我们展现了如何在自然中找到与天地共存的智慧。他们的生活方式、信仰与艺术构成了花东地区文化的重要基石。走进花东纵谷，与这些族群接触，不仅是一次旅行，更是一场穿越时间的文化对话。在这里，您可以体验原住民的歌舞表演，参与竹竿舞或者聆听鼻笛演奏。鼻笛是卑南族的传统乐器，音色温柔，像是在诉说族人的故事。花东纵谷的历史与自然的交融。花东纵谷并不仅仅是美丽的风景，它还是台湾农业发展和原住民文化的重要见证地。日治时期，日本人发现了花东纵谷肥沃的土壤，开始引入现代农业技术，种植水稻、甘蔗，并修建了台东铁路。现代，随着时代进步，这里不仅保存了传统农业，
还发展出观光农业，让旅客能近距离感受农村的日常。这就是我们6月的花东纵谷之旅，满满的自然与文化，还有浓浓的稻香，是不是感觉走进了田野童话呢？希望大家在这里不仅享受到视觉和味觉的双重盛宴，更能感受到这片土地的温暖与故事。下个月我们将继续探索南台湾，走进垦丁和小琉球，来一场阳光、沙滩与大海的夏日冒险。记得订阅小林的旅行频道哦，拜拜啦。